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胡磊老师，欢迎。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们结婚快10年了，他以前挺照顾我的，但现在总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母亲，特别让我伤心。他变化挺大的，很多事都不听我的，他总埋怨我对他没有以前好，他应该找找自己身上的原因。这2年我们吵架特别多，他以前是个挺温和的人，但现在做出的事一再让我痛心，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让他别那么自私了，我对他已经很包容了，我希望我们早一点过回以前平淡的日子。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叶先生36岁，来自四川，印刷机销售；女嘉宾聂女士29岁，来自贵州，红酒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对吧？对，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快10年了。现在咋了？现在他做销售嘛，经常的是早出晚归的啊，希望过回我们以前那种平平淡淡的日子，做一个全职太太这样的吧。您是希望他做全职太太是吧？对。对，现在他出去工作不满意啊？最主要他的现在的工作嘛，就要去应酬喝酒啊。哦，您是出去喝酒是吗？我是做红酒销售，很多时候呢就避免不了的一些应酬，有可能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去喝一些酒，然后就很晚回家。以前您是全职太太？以前我做舞蹈。哦，我做舞蹈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对我挺好的，每天晚上我回去都会给我端洗脚水，也会给我做一些热菜啊、饭之类的给我吃。但是现在我自从做了红酒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然后对我最多的都是一些责骂，一些不支持。为啥？因为我觉得他做了红酒销售以后啊，特别是他跟他这个合伙人，我特别反感。男的吧？男的，他跟他走得特别的近，所以我心里面总是有那种酸溜溜的味道吧。为啥酸呢？毕竟他的合伙人比我年轻嘛，然后人也比我长得更帅一点。你们有孩子吗？问一下。有。孩子你们带吗？孩子我送回四川老家。把孩子接回来呗。最主要他现在一天到晚都是早出晚归的，把孩子接回来也是我一个人在带着。多大呀，孩子？8岁了。哦，知道先生这个吃干醋吗？他吃醋，对于我现在，因为我不喜欢这么年轻的就在家做一个全职太太，我想我出去奋斗一点，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家庭会过得更好一些。但是他总是对我一点信任度都没有。每次我出去吃饭喝酒的时候呢，我可能一晚上可能打个7、8次，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知道，在酒桌上的时候正在谈着事儿，他突然一个电话一个信息的发过来，我就是很反感，有的时候呢就不接他的电话。这时候吧，他就把我老家的儿子搬出来压我，就让儿子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妈妈，你早一点回去吧，你不要在外面老喝酒了。”你说你把儿子搬出来压我，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当时心情真的是很不好。回到家之后呢，又是一顿争吵。那就减少点应酬呗。但是有客户要求，我们出于一个礼貌性的也会去应酬，但是也不是经常的。就平常如果正常的话，大概几点钟能回家呀？我正常的话，我会在10点到11点之间一定能回来，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个妻子，也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庭。因为我有的时候你要工作都会用微信呐，然后或者打电话。他有的时候呢，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偷看我的手机，然后甚至就把我的合伙人给删除掉，而这不是1次2次，是很多次。每次合伙人打电话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实际上面等于孩子是您转做红酒之后才送回去的是吧？对，我转做红酒之后，
他就说我每天出去陪孩子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啊，然后他就一个人做决定把孩子送回去，他也没有告诉我。送回老家有多久了？1年多了。1年多了。对对对。哦你是爹，你也可以带呀。但是我也有我的工作啊，晚上的时候几乎都是我在带，他都在外面的。你说这样子也不行啊，送回老家嘛，我叔叔婶婶帮我带。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当时把儿子送回老家，是不是想以此为要挟，让你妻子不干这个了？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吧。在他转做现在的工作之后，你们提过离婚什么的吗？有。谁提的？我。为什么？他经常跟那个合伙人一起出去喝酒，我就觉得反正他们之间应该有什么事儿，所以说我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然后呢？当时我也是很气，我说离就离了吧，反正你现在也这么不信任我，过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但就有的时候想到孩子这么小，是吧？然后就没有妈妈，有的时候想，可能心会软一下。以前感情好吗？你们？以前感情很好。就刚认识到有了孩子，我们都是一家挺和睦的，然后过得也平平淡淡嘛，也不是说什么大富大贵。怎么突然之间你就想，说我希望我出去转一个职业能挣更多的钱？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的呢？因为我在家也待了那么久，带了那么久的孩子，我也想出去闯一闯。我不可能一辈子靠他，不想过这么平淡的。但是我就为了让我们这个家庭会更好，让以后小孩在我们身边呢，不管是学习还是怎样，都是给孩子是最好的。你是家里的老大，大姐，是的。他们会问你要钱什么的吗？就是有的时候吧，偶尔的也会帮助家里面一点，因为爸爸妈妈农村也不容易，养大我们真的是很辛苦。应该的。对对对，现在他们身体也不怎么好，有的时候会帮助一下。哦，娘家那个压力你能感觉得到吗？孝敬父母的我能接受，但是他打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他出去做了一笔红酒以后，回来手里面有钱，就会向家里面转钱，一转不是说一点一点的转，他就是上千的转。跟我的感觉嘛，我们现在还住在深圳一个很廉价的出租屋里面，我就希望他能补贴一下我们现在的家用，改变一下我们家庭的条件呢。但是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不是靠我去改变家里，这个责任是在你，你要去为这个家庭创造更好的，而不是说我现在挣到一点钱，我给娘家怎么了？他们是养我、生我长大的，我是不是应该帮助？爸妈现在身体也不怎么好，我自己挣的钱嘛，我有权利去支配它。之前有个朋友就说让你去合伙搞一个小工厂，我钱给到你，让你大胆去做。好了，他这下就前怕狼后怕虎的，然后让他来给我做红酒销售吧，他也抹不下面子。所以这么看来，其实不管出于什么，就客观上面，娘家其实还是在你的心里是希望能够多支援他们的，对吧？是的。在这个方面，对于娘家的支援和自己小家庭的这个建设的平衡上面，你更倾向于你的这份工作是投入给娘家的，不是这样，而你们家是应该这个男人挑起来的，对吗？也不是这样，就是以前吧，我也为我家付出挺多，就是近2年，他对我的心简直就是零。那我现在不想把更多的心思花到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因为他不信任你，所以您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再为这个家里面那么去拼命也好，或者付出也好，我理解的对吗？对。啊，印刷机销售。对。现在你这个行业好吗？现在在广东这边不那么好做了。等于您现在的这个事业越做越好了，是吧？对。他老是这么跟你提离婚，不离就是因为孩子吗？你心里还有他吗？他这样闹下去，我现在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你们俩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谁能描述一下？现在生活就是我每天工作回去了，他就出去宵夜，出去打牌，然后陪朋友一起去喝酒，但是都不是一些什么工作上的事情。他甚至有的时候回来的真的是很晚，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吧，我回来还看他一张冰冷的脸。我就觉得这个家里面，我回来没有感存到有一丝丝的温暖。最主要是他长期在外面，我一个人在家又能玩什么呢？我也只能出去找一点自己的。不是，人家不是10点、11点就回来了吗？我也是稍微晚一点也回来了。所以你别老理直气壮嘛。那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实在是受不了他每天对我冷嘲热讽，他天天这样的去说我，你说谁会受得了？你有想过跟他离婚吗？其实如果不是这2年他这么无理取闹的，我也从来没想过。但是现在我真的是受够了，我指的就是现在我知道怎么办？现在我就想跟他离。好吧，刚才他说他也想带你去做销售，开个夫妻店，对吧？你现在这个想法还是这种想法吗？是的。干嘛不去啊？那你成为他合伙人不就得了吗？因为我要做什么事的话，我想靠我的双手把它打起来，我不想用他的钱来做起来什么生意。过去你们家的经济是谁的钱谁花，还是怎么着？我们都是自己的钱自己花。为什么没合在一起呢？因为当时我也在家带孩子，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他的钱嘛，也就是每个月给点生活费这样的，然后其余的多的钱我都不知道。所以好矛盾，好冲突啊！丈夫是想继续下去，对吧？对。带条件吗？不带条件。啊，不带条件啊！您是让您干就继续，不让您干就不继续，是吧？对。行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千万不要激发女人的奋斗心，一旦激发了女人以奋斗为目标的这颗心的话，你可能9头牛都拉不回来了。我现在很明显能看到她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是什么？离开你，我过得会很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是在委曲求全。聂女士，今天看得出来你的决心很坚定。至于你为家付出，至于你说女人要独立要强大，这个我很赞同。可是，在强大和独立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原因？问心无愧就好了，好吧？好，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来，曲总。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发生的这些事儿相当精彩。精彩之处就在于，现在男生目前的状况，就好似几年前的女生的状况。以前你工作，至于说家里你只要好好的带孩子，来做我的大后方，把家务都料理好了，这就是你是好妻子、好母亲，这是你对好字的定义。但是你发现现在完全的反转，因为什么呢？任何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妻子、丈夫，他一定是一个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是在于说谁挣钱谁不挣钱，而是内心深处对对方认可的，这是平等的。要妻子工作还是要信任啊？可以信任，其实你心底完全不信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当一个家庭不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而且是原则性的问题。女人刚找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甭管是社会价值还是她家庭地位的价值，她当然不能放弃。她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是在重复你之前对她做的事情，因为她再也不敢回到以前的那个位置，因为她觉得那个位置，她连真正的自己妻子、母亲的身份她都没有，没有相应的回报。所以说，她就为什么说我挣的钱是我来支配？以前貌似你也是这样哦。甩给家里一些钱，他都不知道你挣多少钱，对不对？所以说，当你处在了对方的这种感受之下，你就知道，以前自己做的应该是不对的。真正的核心是你不相信自己，你觉得已经失去了自己在家庭的地位了，这个家已经不受你掌控了。你是真想这份爱重新回来吗？没看到你什么行动啊？你不也出去喝酒吗？他10点钟、11点钟回来的时候，你也不在啊。你真正是想挽回这份家庭的爱，还是说想重新找回自己的控制权？如果说你真是为了爱的话，教你做2件事情。第一，把孩子接回来。孩子不是工具，孩子更不是武器。如果真是对家庭、对对方还有爱的话，赶紧让孩子回来。你充分的信任他，你充分的相信自己，他才可能回来。否则你就是互相伤害的。女士也一样。正是这段婚姻、这段爱，还有还是没有？如果有，就尽快的回来，做到自己对外有度，对内要有爱。把儿子接回来，那是你真正的未来。就这样。好，谢谢曲总。田老师，先说你们家庭的信任问题。恕我直言，女士，每天晚上都10点到11点回家，我们至少是一个
家庭女主人的角色，可以有忙碌，可以有应酬，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每天日程的安排，你让你的丈夫如何去信任？他不信任你，是因为你在这个家庭当中角色的缺失，感觉到这个女人的情感，她的心不在这个家了，他才会不信任。这和你的工作是怎样，你每天忙碌到什么程度有关联，但关联不大。其实家庭的感受都很敏感的，你如果把情感投放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再忙碌他也不会怀疑。如果你的情感没有投放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即便是很悠闲，你时时在家，他也会觉得你心不在。这是说给女生的，先生，你对他的不信任不仅仅源于你认为他角色和感情的缺失，更多的来自于不自信。想要让自己的妻子尊重你，不是靠诋毁他人、诽谤他人、怀疑他、指责他来获得他对你的尊重，来提高你的自信心的。你想要自信，就要做出个样来，担得起家庭责任，担得起对孩子的抚养，担得起女人对你的依赖。所以说到自信，我又想继续说女生。自信不是说我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我在外面有一片天地，创造社会价值，我就可以自信了，我的财政大权可以自己控制了。自信是把自己每一个角色都做好，妈妈的角色做好，妻子的角色做好，社会当中职业人的角色做好，才能自信。你把所有的自信附加在我的社会价值上，还是因为自卑。真正自信独立的女人，我家里的事情也做好，我外面的事情依然拼全力，我平衡好关系，分好时间阶段。看看你们眼下的情况，8岁的孩子放在叔叔婶婶那儿看，连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不是。我把儿子放那么远，这叫独立吗？这叫自私。我追求我自己的价值，我视孩子的成长于不顾。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担负着很多角色，社会的使命，家庭的责任，连为人父母都做不好，还做什么？所以你们都不要说离不离婚，先想想我们怎么去抚养这个孩子。你们把孩子接到身边，好好的对他，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每一个角色，不要那么自私的只想自我感受，你们的日子就过顺了。人如果不自私，才能够受到尊重。人如果只想着自我的发展，自己的快乐，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希望你们能冷静地思考一下，看看你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使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再去谈你们2个人感情是不是应该离还是和。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我们鼓励女人活出自我，但不是活到最后自己的世界没有别人，只剩下自己。那样活出自我的成功，到最后是更多的孤独。我觉得这个男人今时今日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有他自己的原因，不努力、不信任、不自信、缺乏安全感，有没有你的原因？应该也有我的原因。对，你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说这些话的原因是想说明几点。第一点是，你其实是对爱情、对生活的看法跟原来是不一样的，要求高了。我认为一个人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这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的方式是，我从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子，我现在有了自己的事业，我更应该第一是独立，第二是对家庭更有责任感，对兄弟姐妹更有责任感，第三，因为我比原来懂得更多了，我更要理解尊重和夫妻之间的平等，我更应该懂得如何反省自己，因为事实上是你现在比他强了，当初他是比你强。强者之所以强，不是为了嫌弃弱者，而是充分的理解弱者。你懂我的意思吗？强者之所以强，不是在于他能正，不是在于他体格强壮，而是在于他思想更深邃一些，他更懂得弱者的感受，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年轻的时候拼命的挣钱，年老的时候拼命的花钱保命，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就不能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呢？你们俩现在碰到的问题就跟这个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对吧？挣那么多钱是为了什么？幸福吧，开心吧，快乐吧。现在你开心不？想见儿子也见不着，
自己也别别扭扭。所以其实我们做很多事儿的时候，回归一下本心和本质。先生，我倒觉得，就我要是你啊，这个局面我真的跟他做销售去，因为你有销售的基础，而且从印刷机行业和红酒销售的行业，无异于这个好像更朝阳一些。那你从你自己的转型和开创的角度，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啊？如果你还想过，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一起去销售去吧。人家要真给你去，你带吗？带。真带还是假带啊？真带，只要他肯上进、肯努力。啊，听见了？还爱他吗？爱。以后别再说那些伤他心的话了。好。即使是离了婚也别说。做得到吗？做得到。至少曾经是爱过他的吧？对。如果曾经爱过他的话，请你给男人一个尊严吧，好吗？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听个老师们的，我想个，然后把孩子接回来，我们回到以前平平淡淡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我承认以前对你的误解太多了，我以后好好的改正。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相信你，毕竟这么多年你也伤我，也已经伤得已经够彻底了。我不知道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哪句话说的是假的。就在我的心刚要融化的时候，而你却这样挺好的。坦诚其实对你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哇！妻子放的是一把修刀啊，丈夫的是2卷纱布，好像。我们看到的是物件啊，物件背后的含义我们不知道。你送他这个什么意思啊？一把刀？因为当时我们一家3口在深圳的时候其乐融融。当儿子满1岁生日的时候呢，他就买了一把这个削铅笔刀。当时他就把儿子带到我们门框上去，当时儿子也就这么高一点吧，他就用那个刀在那个门上刻了一个印，然后每满1岁生日的时候都会刻上，但是这么美好的记忆，它就停留在我儿子6岁那一年，他就私自的把儿子送回老家。但当我每次应酬完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静静的看，就会想到我们当初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但是现在反过来再看看他是怎样对我的，他就这样剥夺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现在孩子送回到家里去了，跟叔叔婶婶都比跟我亲。来，你这纱布什么意思？我3年前，然后一次在意外中不小心被身体大面积被开水给烫伤了。当时他在广州，然后我哭着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从广州赶回来了，他看到我的第一眼，然后他哭了。回家换药的所有的事情就全部就落到他身上了。他请了2个月的假，整天的照顾我，给我换药，直到我完全的康复。小10年的这个婚姻里面，还有美好的、值得你们留恋的、能触动你们情感的那点东西。带着这点真，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跟对方好好的继续走下去，还是互相在一路上伤害着？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腾讯视频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们来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我就知道你是点点手指来，快乐涌上来吧，2位。关键才是爱。
早点把孩子接回来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好，谢谢。来，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谁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难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拥有一个亮灯吧，送给你们。我哪里还需要太多愿望？靠美好的回忆啊，也就是在这种瞬间的时候起作用。什么分手瞬间，突然一个美好回忆来了呀，舍不得我不能走，是这样的。如果真的要一辈子相拥，需要你们俩彼此理解，都做一些让步，好吗？祝你们生活的和谐，希望你们的孩子跟你们早日团聚。谢谢两位，请回。谢谢。如果今天短短的这几十分钟可以给一个家庭一个新的契机的话，我想是所有人愿意见到的一个结局和结果。接下来的这对是年轻的小恋人，他们遭遇了怎样的危机呢？各位请看。我们两个在一起1年多，可是我从来都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他让我的生活一团糟，我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恋爱的甜蜜。我一直在用心的对他好，但他总是不能理解我，总是会因为我的一些做法生气，我也很无奈。自从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变得越来越羡慕别人的感情，我也想让他为我改变，可是他总也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没有过感情经历，可能有一些事情我是做得不太好，但是他就因为这些不重要的事跟我分手，我真的接受不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邓23岁，来自四川学生；女嘉宾小孙22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大学同学对吧？对。据说是在这个街舞社认识的。啊，对，就街舞社举行了一次活动嘛，然后我们两个对街舞都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去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他就对我就比较照顾嘛，然后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踏实，对我还好，我就慢慢的对他也产生了这种感情，然后我就觉得要跟他在一起。呀，说的还很羞涩，一个劲儿的拽裙子啊，哈哈。今天来是因为相处之后发现他有点那个是吧？对，说说吧。就是他这个人吧，就让我去迁就他，去照顾他的那种，就让我觉得就跟他在一起就不像谈恋爱啊，像他的母亲，他要去管教他那种，去照顾他。啥意思呀？你举例子说啊。我们都是大学生嘛，就班里边举行了一次聚会，我跟他说，我说今天晚上我要去参加一场聚会嘛。那天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约会了，所以我想把他叫出来一起去约会。他要聚会，你要约会，对吧？对。你想跟他在一起，他想跟同学们在一起，之后呢？跟他说，我说电影我们就过几天再去看啊，就我先去跟同学聚会，然后他那天也没有太反对，我就去了，然后结果第2天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急性荨麻疹犯了，他那种荨麻疹就是喝酒啊身上会起那种小红点的那种，然后他就说其实你那天去聚会我一点都不高兴还不想告诉你，然后自己就去通宵去喝酒。你自己去团建聚会，然后就不管我了，不管和你生病有什么关系啊？他宁愿去团建和那些同学待在一起，都不愿意跟我待在一起，就把自己气病了是吧？我很难受，所以我就自己去熬夜通宵，然后喝了点酒。很难受就熬夜通宵啊？那就是自己把自己弄病了，是这意思吗？难受吗？我是说病了之后。难受。然后你去看他了吗？对，然后我就去看他，他毕竟是我男朋友，就很心疼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以后你别这样了，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太好嘛。结果过段时间又犯了这个病，就我爱玩网络游戏嘛，然后就想着几个朋友出去吃个饭，见个面，增进一下感情嘛。他又不乐意了。认识的朋友怎么能随便跟人家
出去见面呢？可是我们已经相处好久了，可能比你还要熟那种老万朋友。一出现什么安全问题怎么办呢？我吃完饭我就回来了呀。他这次比上次更变本加厉了，就又通宵又喝酒，就已经到去医院要去住院的那种程度了。哇，你们俩真是互相伤害呀！从跟同学的团建到跟网友的相见，然后你就把自己害成这样，是吧？这个在我看来说明2个问题：一，他在乎你；二，他气量小，不能说明人家让你当妈呀。还有别的让你当妈的事实吗？他就太喜欢黏着我。女生不都喜欢男生黏着吗？是吧？可是他那种黏着比正常人还要更黏着的那种，就是恨不得我天天就守在他身边的那种。啊，就我跟闺蜜平时做个睫毛啊，做个指甲呀就不行了，就非要让我立马把位置发给他，然后他就要过来就要陪着我的那种。那别人的男朋友都不想跟人家女朋友去逛街，然后我天天陪着你，你还不愿意？可是我是跟我闺蜜出去，你一个大男人坐在那儿，总不能不管你吧？我也没有说要干扰你们，我可以在旁边玩手机啊。就是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你就开心是吧？对啊。他是不是一个特浪漫的孩子？他跟你约会的话是不是就特好？就那种？我不是，他带我去约会就2个地方，一个是图书馆。啊，看书。对，但是我是一个天生就对书本没有任何兴趣的人。他刚开始就天天一有空就带我去图书馆让我陪着他，我就天天去图书馆睡觉。啊。就到最后他就这么培养你，还没把你训得有点书味儿。就看见书就困啊，就忍不住的那种困。就图书馆的那种整理书籍的同学都会问我说：“小孙又来睡觉来了呀？”第2个地儿是哪儿啊？是电影院。啊，这挺好。对，是挺浪漫。就刚开始跟他去电影院，就看一看就是新上映那种爱情片，还挺好的吧？吃个爆米花，喝个可乐。但是第1次、第2次你行，你天天这么着对付我就觉得很无聊。我也不知道要干其他的什么事情。所以你觉得跟他在一起挺乏味的是吧？对。除此之外，这男生还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呀？更过分的就是，我觉得我们2个还在上学嘛，就没必要谈到那种谈婚论嫁的那种境界啊。他非要就我寒假回家过年嘛，然后回家，他怕我爸妈会给我安排那种相亲的那种，他就让我写保证书，什么一辈子只爱他一个人，以后只跟他结婚。我没有非要让你写啊。那我不写，你要跟我回家。对啊，我就想回去跟你爸妈好好商量一下，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领证了。不是大姐啊，我现在已经马上快毕业了，我觉得也不早了。你就想结婚了是吧？对。哦，所以春节你带他回家去提亲去了？他不跟我去，然后我们俩就大吵了一架。我觉得我们2个还没有到就是结婚的那个份儿上，大家都还小。你说毕业了，我们2个什么都没有，还都是在外地上学，就还需要就打拼一段时间再谈这种事情。很冷静考虑的，你咋想的呀？为啥非要急着结婚呢？我觉得可能跟我的家庭有关系吧。哦，都家庭了，啥关系？就是我从小我的母亲就已经离异了，然后我爸也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后来一直是一个阿姨在照顾我，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那个阿姨她还有一个女儿，她为了照顾我们，她自己都不再去找。哦，就那阿姨为了你们放弃了自己的情感生活，是这意思吗？对，她把整个青春都花在了我们身上啊。那这跟你结婚有啥关系啊？傻小子。就是初中3年，高中3年，然后现在大学4年啊，将近10年的时间。啊，所以我就想，我可以快一点，安定下来，然后就不会耽误了我的阿姨的生活。不是，那你更应该努力工作挣钱啊，帮助阿姨啊，这跟你结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啊？我想快一点稳定下来。不结婚就不稳定吗？我想让阿姨看到我更早的幸福。哦，行，听明白了。那这个姑娘确实是你要一辈子守候的伴侣吗？我确定。你是怎么确定的呢？因为我觉得我只要看到她，我就会想笑，烦恼都不在了。她的这段背景你知道吗？成长经历。我知道。所以应该可以体会和体谅她那个想法，是吧？对，我就是觉得她要是这么商量跟我说，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啊。就是不想一下子就到这个地步。所以小气，对吧？这个不懂得浪漫。啊，逼婚，是你对他的3个反感的地方。这个完了之后，这小伙子都不错吧？
他吧，就有的时候 get 不到我的点。比如那天我看一个段子，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越来越沉了呀？”他说没有，我就说：“那你怎么在我心里面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呢？”哦，这两句话有什么关系吗？然后他就说：“你一直都比我沉啊，怎么说？我比你胖呢？”这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啊。你不能这么直截了当的说呀，一个女孩子。哦，你的意思他嫌你胖啊？有一点吧，可能是吧？我不是嫌弃他胖，啊、我就是觉得他说这些话没有意义。那啥话有意义吗？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我，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或者用行动告诉我，然后就不需要拐弯抹角的。那你喜欢他吗？我喜欢他。你是怎么用行动告诉他你喜欢他的呢？就是天天都陪着他，对他好。咋对人好的呀？带他去看电影啊。啊，带他去图书馆睡觉。哎，就女生喜欢那个送个什么小礼物什么，你都做过吗？送过。纪念日的时候，1周年嘛，我觉得对我们2个来说都是比较大的那种节日了嘛。然后我就提前准备好的是他喜欢了很久的一条腰带嘛。他倒好，送我1桶酱油。这是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挺有创意，就是只吃酱油不吃醋呀。他吃过你的醋吗？我怎么觉得这应该留给自己喝呀？真行啊你！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我想让他以后就是稍微浪漫一点。你觉得他不了解女生，是这意思吧？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嘛，所以我也不懂这些。你不懂还懂得送酱油啊？我看你挺懂的呀。那个创意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你们快毕业了对吧？对。怎么打算呢？先发展啊。然后，如果我们2个就是还能一直这么在一起的话，就结婚什么的。这不挺好的吗？他跟我想象的那种男朋友完全就不一样。那你要的是哪种啊？我要的就是那种平时就是我们2个出去会叫我什么小甜心呐、小哈尼什么的，就追着我屁股后面叫。那他现在叫你什么呀？他叫我胖头鱼。行啊。我觉得挺可爱的呀。哪儿可爱了？谁天天管自己女朋友叫什么胖头鱼啊？在食堂叫，出去逛街找不到了，老远的喊胖头鱼，你在哪儿呢？叫小甜心叫，都交给你了，人家交给你了，你叫一句我听听。我觉得我叫不出来。那你叫胖头鱼我听听。胖头鱼，自己都觉得可乐了吧？你的意思是带他来我们这儿改造一下，给你变一个浪漫的男朋友走是吧？对，其实这不是关键，女生的这个描述里面，她有一点很重要，她觉得这个男生不理解她心里的想法，是吧？对，核心是在这儿。那么老师们看看，就是这样的小恋人们，他们的冲突该怎么解决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爱就是我想要走进你的生活，我想要了解你的世界，我愿意先放下我的生活，走出我的世界，去看看你那里的风景。可是你们2个人呢，都是执念于自己想要的那个人。男生就是，我就想要一个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的。其实你真的看见他就很高兴很开心吗？只是他可能符合你对未来妻子的那个想象的那个感觉，但实际你静下心来想想，他真的是你要的那个人吗？女生同样，你一直说我想要谈恋爱的那个男生应该是管我叫小甜心儿，叫我什么宝贝儿，然后追着我跑，可是他不是啊。你要让他浪漫起来，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吧，这辈子都教不会他浪漫。所以你们2个人不要跟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个人去谈恋爱。还有一点要跟男生说的是，不是爱情里有生活，是生活里有爱情。你不能把这样的人生用一种压力的方式压到你的女朋友身上，她没有任何的义务和责任去救赎你。如果你说因为我的人生经历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要马上找到一个女生就立刻结婚，有安定的生活，为了给阿姨一个交代，她没有这个责任跟你完成这样一段使命，你明白吗？如果你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只是为了跟他分享你的人生经历，好的，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用这段人生经历去绑架他，因为我缺乏安全感，我要时时刻刻看着你；因为我缺乏安全感，我要时时刻刻黏着你。因为他没有那个义务。
如果你要把这样压力给他，他就会越逃越远。所以你们两个人当下要做的是想清楚、想明白，到底自己是不是对方要的那个人，到底自己愿不愿意去放下自己，去了解对方的世界，明白了吗？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尚大老师。来，曲总，一个人在图书馆里享受着精神上的愉悦，同时女朋友的陪伴，而另一个呢，完全在梦里，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人。虽然物理空间在一起，但心离得很远。每个人心里想象的，其实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他就应该不去聚会，不应该去见网友，而他呢，他心目中的男朋友形象不是你这样的。所以说你们完全是在两个世界里头沟通。当然你不懂他，他也不了解你。你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和一个你假想的这种恋人在谈恋爱，一定要这个人拉进到你的世界里，成为你想象的那个人，谈何容易？千万不要说我没有谈过恋爱，我以前的经历是这样的，没有用处。当真正一个人成长成熟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应该怎么去为人处事。尤其在当他进入到一段恋情当中，他不是自己在跟自己的假想再去谈恋爱，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以前的经历跟你不一样，有自己想法的人谈恋爱，你怎么可能不在乎他的想法呢？所以你在谈什么恋爱呢？女孩也是，你不要做出一种姿态，让他好像觉得你是适合他的那个对象，其实完全不是。可能外形是，可能你短时间内表现那种状态是，但是你是在强迫自己的，你心里很不开心的。所以说我觉得先放平心态，不要把所有的原因都归咎为我以前的背景带给我什么，没有，你是一个成熟独立的人格。所以说你应该可以去勇敢的爱一个人，同时也要去接纳别人的不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愿意跟你一起去在图书馆里享受精神和情感的那个世界，不是的。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愿意去了解这个女孩的话，当你在看书享受的时候，你看到她在睡觉，我觉得她是不是很可怜？因为她是被人忽略的。所以说先不要着急去见她的家人，先不要谈婚论嫁，先看看你们这段恋情是否是健康的，能够走得长远的，好不好？别着急，尤其爱情这件事情要跟随自己的内心，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严老师。你们的爱情大概会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欣赏，因为彼此不同，彼此吸引、欣赏。比如说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哇，突然有了一个喜欢自己的男孩，他那么爱读书，哇，他有那么多的书卷气，我好崇拜欣赏他。男孩也一样。我自己的世界是那么的安静，突然出现一个女孩，她可以讲笑话，她可以放声的去笑，甚至开一些没头脑的玩笑，你也很欣赏，因为她和你不同。第2个阶段呢，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不懂了。你陪着陪着发现，你怎么天天看书啊？你怎么不知道叫小甜心啊？你怎么那么死板啊？我不懂你的世界。男生也会觉得，你怎么也不懂我呀？我只吃酱油不吃醋，多有创意，多有爱心啊！由于彼此的不同，你们相处时间长了，激情褪去之后，欣赏就变成了不懂。那我推测还有第3个阶段，妥协。我们接纳彼此的不同，妥协彼此的缺点，互相包容，互相成长。那你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包容，继续走下去。祝福你们，谢谢。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男生现在已经过早的在爱情生活当中谈到了责任这件事情，所以你仿照一些大人的方式，尝试着去履行一个不是男朋友，是一个丈夫的责任。这种责任会导致到你很无趣，导致到你用一种模式去对待女生，而丧失了你这个年龄女生所需要的那种浪漫。我希望男生能够抛掉那些所谓沉重的责任，而像你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去谈一场恋爱。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想得太过于沉重，那么早想结婚，那么早想履行责任，那么早想像一个丈夫一样去对待她，那样的话你会把她吓跑了，你明白吗？如果你们俩彼此分开之后还能做到彼此关心吗？不知道。不知道。女生可以吗？
如果你们分开了之后，还能做到彼此关心吗？可以吧？可以吧？那你们可以试一下，你们可以试一下彼此分开一段时间，是否还能够关心对方。也许是这么一段时间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感知到，你们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按道理来说，如果正确的人出现，就会认为现在的这个人是错误的，但是那很残忍。所以保持一段距离，看看你们之间的情感能够调整到一种怎样的状态，才能看清彼此。对，好，谢谢胡老师。不要在恋爱的过程里面掺杂太多的东西。恋爱是什么？你情我愿，两个人快乐思念。思念的时候可能会见不到都流泪了，但是见到的时候会很开心，会有争吵，上一秒在争吵，下一秒可能又手牵着手走了，后面才是磨合的事儿。我听这段爱情就特别像将就，一个是就是对我好啊，踏实啊，将就的吧。其实不仅仅是你，我妄自推测一下，任何一个他看得上眼的女生，他开始追了，他都会跟人家说我们结婚吧。我说的对吧？因为你想结婚，并不是因为你爱情到了，而是你觉得我该结婚了。世界上没那么多该爱情的。我刚才为什么问你那段话？你知道他的经历吗？他就是这么一个有这样经历的男人，他改不了。而且越到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时间和节点的时候，他越改不了。你会接受他吗？你自己去想。好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的好建议就是，谈恋爱要好好的享受，而不要将就和对付，遵从自己的感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以后会试着走进你的世界，去更多的了解你，希望你也能接受现在的我。我还想继续跟你走下去。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想法，不要把一些你所认为对的道理强加在我的身上而已。失了方向，梦境越来越长。现在的我是否长大，能长出的枝芽？请亮灯。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爱的记忆箱。这是一个二维码是吗？对。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餐盒。男生，那是你的记忆是吧？对，那个是他亲手给我做的苹果干啊。因为我之前在学校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特别忙，然后又不经常吃水果，所以他给我买水果。但是他每次给我买的水果，我怕麻烦，都放烂了都没有吃，所以他后来就自己亲手做的苹果干，让我更方便一点。哦。然后这个让我非常感动。姑娘，你那是什么呀？那个二维码，我最刚开始收到的时候，以为就是普通的微信那种扫码会付款收款的那种。嗯。但是那天我扫到之后，出来的是一段就是他从来都不会跟我说的那句话。哦。就前面是我的名字，然后后面是我爱你，此情不渝。这是他呀？这个是他唯一做过一件。那你为什么今天把这个拿出来了呢？因为我想让他看到这个二维码之后，能够还像当时给我准备惊喜那样浪漫。好吧，惊喜之所以叫惊喜，因为它是非常态。好了，两位请回吧，谢谢。来，请关门，看他们自己的决定吧，请开门。一定是出来的。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谁是我的真实天使，为我难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拥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这个送给你们啊！哦，谢谢。祝你们开心啊！谢谢两位，请回。绝望的以为生命只有黑夜，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好了，祝他们开心吧。生活到最后会给他们演绎出一个什么样的版本，或者他们演绎出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在这个舞台上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年轻人通过他们的恋爱，也能成长和成熟起来，学习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妻子最近看了一部关于翻手机信息的电影以后，开始不定期抽查我的手机，让我特别反感。我肯定是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儿，但两个人留一点隐私，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但现在我不让他查我手机，他就跟我闹，弄得我还特别没理。我该怎么说服他，不让他跟我这么闹下去？其实啊，当您真的没有任何秘密的时候，何不让妻子就定期抽查2次呢？如果你这个时候跟他谈隐私，就会引起妻子的好奇心。他抽查2、3次之后，发现没有秘密，相信他也就自动放弃了。最后留一个问题给您：妻子的舒心，还有您的隐私，还有家庭的安心，这3者相比，哪个更重要呢？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